周末我去楼下驿站拿快递，却发现纸箱破了个大洞，里面的东西摔得粉碎。我按规定拒收，没想到老板娘冲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几块钱的东西还拒收，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啊？天天买这么多快递，指不定是赚的什么脏钱。我跟他解释是商品损坏才拒收的，他却一把将快递砸在我脚上，伸手戳向我的额头。少给我整这些虚的！今天你要是不签收，以后你快递我都直接扔垃圾桶。我拨开他的手，给助理发去一条信息：通知集团撤销对张家驿站的投资，永久终止和张家驿站的合作。我们公司做电商，每月要收发很多快递，所以公司和我小区楼下的张家驿站达成合作。公司每个月给驿站10万的运费投资，他们要负责按时发货。我一直是他们店里的大客户。以前张建军管店时态度无可挑剔，但他去管理分店后，就把这边交给他老婆打理。平时公司走见都是助理小吴去对接。今天周末我穿着居家服来拿私人快递，这女人自然认不出我是金主。老板娘皱眉瞪眼，抬手指着我的鼻尖。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要是再给我装矫情，以后你们公司所有的件，老娘直接当垃圾扔进臭水沟。旁边取件的人纷纷转头看向我们，还有人跟着附和，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伺候，几块钱的东西包装就破点皮，就在这里纠缠不清，耽误大家时间。老板娘闻言仰起头看向周围的人，得意地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她抬脚踢向破损箱子，箱子在地上翻滚2圈，玻璃碎裂。我看着地上的碎片，收起手机。好，这驿站你们别想干了。老板娘大笑起来，丝毫不将我放在眼里，让我赶紧拿着快递滚。我冷冷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大门。5分钟后，我坐在办公室椅子上，拿出手机给行政总监发去语音：通知 IT 和法务，立刻切断与张家驿站的所有接口，终止协议。10分钟后我要看到结果。这已经不是驿站老板娘第一次豪横无理了。她仗着自己的驿站就在小区楼下，地理位置优越，常常垫小欺客。之前有一个女业主来拿快递时，发现包裹胶带撕开了一大块，业主拆开核对后，立刻沉下脸质问箱子里面赠送的护肤品小样怎么不见了。老板娘斜靠在电脑桌旁，一边涂面霜一边撇嘴，把责任全推给了商家客服和运输路上的快递员，要么说是客服骗人，要么说是路上的快递员手欠拿走了。女业主盯住她桌上款式完全相同，还印着赠品禁止销售字样的小样瓶子，当场指认那就是自己丢失的小样。女业主伸手去抓，老板娘双臂挡在桌前，瞪大双眼，矢口否认，说那是自己花钱买的试用装，还反咬女业主血口喷人，拿不出监控录像就别乱说话。驿站监控只拍收银抽屉，拍不到拆件区。见女业主拿不出证据，老板娘伸手推开女业主，滚滚滚，买个破水乳还当宝贝了，穷酸样。还有上周公司要发走几份机密合同，但系统无法打单出库，吴助理催着驿站尽快操作，老板娘却翘起2郎腿嗑着瓜子，说系统升级了，现在发急件除了运费还要收人工加急入库费，一份文件收50块。吴助理从没听说过有入库费，气得大声质问老板娘：我们李总每个月给你们运费投资了10多万，现在你们还问我们要钱？闻言，老板娘一口瓜子皮吐在助理鞋边，在我的地盘就要按我的规矩办事。她起身走到墙角，拉下整个驿站电闸，屋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我今天心情不好，罢工。一屋子拿件的业主面面相觑，吴助理无奈叫来大楼物业人员调解，2个保安刚进门就被他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管老娘的事？再惹我不高兴，我把你们全小区的快递堆到大马路上烧了。2个保安低着头不敢迈进门槛，眼看合同再不发走就要误了大事，吴助理不想再和他耗下去，掏了50块，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将快递订单打印出来。事后吴助理向我汇报了此事，我当时皱了皱眉。面积老张驿站是我们公司的老合作方，张建军兢兢业业干了8年，我只是打了电话提醒张建军，当时张建军在电话诚意十足地向我道歉，发誓会好好培训他老婆，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性质恶劣的事件。但如今看来，我的话他全当耳旁风了。既然他们没有服务态度，我们公司也不缺他一家驿站合作。在我下达撤出指令，切断他们每个月的利润来源后，张建军消息接踵弹出：李总，出大事了，后台系统我登不进去了。我将合作终止协议发给张建军，他立马发来一条条语音，声音带着哭腔：李总，我们合作这么久了，这突然解约，我该怎么活呀？我家里刚有2胎，每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压着，这协议要是停了，您不是逼我们一家老小去跳楼吗？我在聊天框编辑道：我掏钱和他们合作是让他们提供服务，而不是仗着芝麻大点的权利耍官威的。消息发出，我退出聊天界面，打开小区大群，将老板娘拒赔毁损快件的全过程附上了破损包裹的照片发在大群里，还说明张家驿站目前已经有多起偷窃包裹小样、毁损快件扯皮的事件，建议大家更换代收点。消息刚发出去，业主群里立刻弹出了大量新消息，业主们纷纷说起自己被坑的经历。有人说自己买的生鲜昨天被他故意扔在太阳底下晒臭了，有人说之前丢了东西，他非说是自己记错了，还骂人家神经病。更多的人表示支持拉黑，说这家驿站早该倒闭了，成天跟吃了火药一样。很快有个业主代表发来消息，推荐街角那家新开的顺达直营站，人家站长不仅承诺不乱收费，还保证送货到门。看着屏幕上顺达直营站的名字，我敲击了2下桌面，拿起座机呼叫吴助理，通知行政部把全公司同城业务和外发快递全部转签给顺达，今天下班前彻底完成业务交接。
另一边，我让助理去清查一遍张家驿站这几年的营收情况，结果吴助理的汇报让我心中猛地一沉。半个月前，在后勤部门提交的一项运单耗损报表中，发现张建军截留高件急件单号，他把付了特快费的件换成慢递物流赚取差价，导致几批重要样品错过送达时间，造成几个大项目面临违约。上周，员工在顾客退回的护肤品瑕疵样品中发现正品被换走，并且包装盒里塞着充数的劣质化学品。很快，员工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找到那些流出的正品，经查实，发货人的账号正是驿站老板娘。有业主在群里发了一张截图，是老板娘前几天在商户互助群里的发言。大公司就是人傻钱多，每天漏点油水下来，就够我买好几个包了。那个管事的姓李的女人就是个冤大头，连单子都不核对。我保存了截图，关闭手机屏幕。晚上8点，顺达新站的站长带着合同走进了办公室，他现场给我测算了发货路线和运输成本，保证所有的快递都会按合同规定的时效送达。我和他相谈甚欢，在我拿起笔正准备签字时，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陈助理擦着额头，汗水张大嘴喘气。不好了，李总，1楼大厅出事了。老张驿站那个老板娘说我们随意撕毁协议是侵权，要我们索赔他们30万的违约金。她叫来了10几个泼皮闲汉，现在正躺在大厅地砖上打滚。我放下笔站起身，顺达站长瞪大眼睛看向我，他连忙开口询问我是否需要先回避。不用，合同放这儿，回头签。我迈步走向电梯，助理跟在身后向我汇报现场情况。保安组长反馈，那女人带来的人砸了前台的2个玻璃花瓶，前台小姑娘被吓哭了。物业那边也打来了电话，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报警。先不急。电梯门打开，负1楼大厅的吵闹声顺着电梯井传了过来。我走出电梯，看向1楼大厅，一条白底红字的横幅斜拉在前台正上方，上面写满了字，内容是无良企业恶意毁约，逼死小商户，还我30万血汗钱。老板娘坐在进出闸机的横杆上，双腿不停晃动，脚上还光着一只鞋。她攥着拖鞋，不停挥向靠近的保安。4个保安被她逼得止步不前，7、8个闲汉叼着烟堵在通道口，上班的员工被拦在外面，无法进入大楼。前台小姑娘缩在柜台后，不停揉着泛红的眼睛。老板娘张大嘴，高声喊叫，她连声叫嚷着让我们老板出来，还放话今天老板不出来把钱结清，她就把这大厅砸个稀巴烂。她掏出一罐涂鸦喷漆，对着前台台面狠狠按压，红漆在白色台面上迅速散开。她高声数着数，放话老板再不出来就把整栋楼的墙全喷成花的。2个保安见状上前阻拦，老板娘立刻大喊大叫，躺在地上不停打滚。她连声叫嚷着企业打人了，大企业欺负老百姓了。她闭着眼睛歇斯底里的大喊，旁边的闲汉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起哄，让大家都拍下来发网上，让所有人看看这家黑心企业的嘴脸。我走下楼梯，在场的众人纷纷转头看向我，老板娘停止了打滚，侧头看向我，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满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她从地上爬起身，一步步向我走近。她开口嘲讽，认出我是之前那个拒收快递的人，还阴阳怪气地问我是不是在这里当小采购，或是前台端茶倒水的。她又上前一步，她嘲讽我年纪轻轻，穿得人模狗样，不过是个端茶倒水的小助理，还拿着鸡毛当令箭。她觉得我是以为认识几个头头就能砸了她的饭碗。她放话今天我把他们驿站踢了，这片区就没人敢接我们的单。她扬言自己干这行多年，上面早就打点好了，投诉也没用。我今天不赔钱，公司就别想再发一个件。她双手叉腰，高声叫嚷着，在场的员工纷纷低下头。助理上前一步想要理论，我抬手拦住了她。我走到前台，按下了接待区电子大屏的开关，屏幕瞬间亮起，清晰显示出集团的工商注册信息。法定代表人一栏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没有任何遮挡。你口中那个老板就站在你面前，现在把你那张30万违约金的合同原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大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无人说话。老板娘张大嘴巴看看我，又看看屏幕，满脸不敢置信。她连连摇头，不停后退。她高声叫嚷着，不信说我一个拿快递的穷酸女人不可能是老板，还说屏幕上的内容是 P 的，我是在装富婆骗人。我转向保安组长，开口下达指令，我让他按扰乱企业经营秩序处理，带上装备强制驱离，全程录像存档。保安立刻拿起对讲机呼叫，8个安保人员拿着防爆盾牌和执法记录仪，迅速从侧门跑了出来。安保人员举起盾牌向前推进，闲汉们见状纷纷扔掉烟头四散跑开。老板娘见状又准备躺在地上撒泼，她放话我们敢碰她一根手指头，她就去告我们。安保人员用盾牌将她团团围住，推着她往大门口走。她最终被推出了大厅的玻璃门，一辆出租车急停在大楼门口，车门被猛地推开，张建军跌跌撞撞地从车厢里跑了出来。张建军的衬衫扣子系错了位置，鞋带也松松垮垮地散落在地上。他连声喊着等等，别推了。他张开双手拦在了保安和老板娘中间，他转身狠狠扇了老板娘一巴掌。他厉声质问老板娘是不是疯了，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老板娘捂着脸僵在原地。张建军转向我，双膝弯曲，不停弯腰喊话道歉。他说一切都是他管教不严，他老婆是没见过世面的蠢女人，求我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转头对着老板娘厉声呵斥，他告诉老板娘我是整个集团的大老板，是他们最大的客户，每个月光给他们的结算款就够他花一辈子。他居然跑到人家公司来撒野，是想害死全家。老板娘放下捂脸的手，瞪大了眼睛，她看看张建军，又看看我，嘴唇不停抖动，缩着脖子小声嘟囔，她觉得就算我是老总，也不能说断合同就断合同，这不合规矩，不能因为是老板就欺负
底层劳动者。张建军连忙上前，伸手捂住他的嘴。老板娘甩开他的手，对着我高声叫嚷。他反咬一口，说我的快递是自己弄坏的，我故意赖到他头上，就是为了顺理成章踢掉他们。有钱人就是挖空心思坑小老百姓。张建军连忙对着我弯腰鞠躬，他让我消消气，说这事他全权负责，回去一定好好管教老婆。他说我们合作了这么久，我的为人我清楚，求我再给一次机会。他掏出一张纸展开，递到我面前，这是一张 B 超单，上面印着清晰的胎儿影像。他跟我说这是他家老二，刚4个月。他又拿出一张银行催缴通知单，他说房贷已经逾期2个月了，再不还银行就要收房了。他说我要是把协议断了，他这个家就彻底完了。他揉了揉眼睛，带着哭腔求我，看在孩子的份上，高抬贵手。我看向那张 B 超单，又抬眼看向张建军。张建军，你的房贷、你的2胎、你的家庭，跟我有任何关系吗？我告诉他，商业合作不是慈善，我没有义务为他的人生买单。我质问他，他老婆偷我的货，他截留我的运费，换成野鸡快递吃差价，这些事他以为我不知道。张建军的嘴角瞬间绷紧，老板娘伸手用力拉扯他的胳膊，他让张建军别给我下跪，说不就是一个破公司，大不了不做了。我划开手机相册，把屏幕递到他们面前，屏幕上显示着3张截图，闲鱼卖家号绑定着老板娘的手机号，正品编码对应着公司库房的出库记录，还有物流转单界面，原本的顺丰单号全部被变更为了杂牌物流。老板娘看着屏幕，瞬间瘫坐到地上，没了声音。张建军低着头不停往后退，我收回手机，我告诉他们这已经不是解约的问题了，这是盗窃。我转头交代助理让他报警处理。张建军见状立刻弯膝跪在了地上，他连声喊着李总等等，说这里面有误会，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我转身走上了楼梯，门外停着闪烁警灯的警车，张建军站在警车旁四处张望，双手不停捶打大腿，抹着眼泪。他跟我说这事真不是他干的，是店里新来的暑假兼职大学生手脚不干净，闲鱼账号也是那学生借他老婆手机注册的，他们根本不知情。我盯着他冷冷开口，我问他真觉得我查了这么久只查到了这些东西？我告诉他闲鱼收款走的是他老婆的支付宝，提现到的是他名下的农商银行卡，物流转单用的是他个人注册的快递员工号，后台有完整的操作日志，他偷换下来的顺丰运费差价，每一单多扣了12块8，3个月累计吞了6万多，这笔钱全部进了他的私人账户，银行流水拉得清清楚楚。我质问他，要是临时公干的一个暑假兼职的大学生，怎么可能登录他的工号操作？张建军瞬间闭上了嘴，他挺直原本弯曲的腰背，睁圆眼睛，咬紧了牙关。他说既然我把路堵死了，那他也没什么好装的了。他冷笑出声，他说就算是他干的，那又怎样？他抱怨我们给的单价太低，一单2块3，刨去人工水电，他就是倒贴钱干活。他觉得快递费被压成这个样子，不想点别的办法，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他说到底是我们这种大企业把价格压到了极限，逼着他们这些小商户铤而走险，这就是典型的犯罪分子思维，把自己的贪婪伪装成被逼无奈，再把罪名扣到受害者头上。我接过助理递来的文件，展开放在他面前，我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东西，这是竞标书的复印件，上面有张建军的亲笔签名和盖章，投标单价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一单2块3。我质问他这个价格是谁报的，我告诉他是他为了挤走同行主动压到了这个数，竞标会上有6家快递点参与，他为了拿下独家协议咬牙把价格往死里压。我提醒他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李总放心，我就是赔本赚吆喝也要把您这单子拿下来。我质问他现在活干不下去了，反倒怪我压价。张建军低下头彻底闭了嘴。老板娘突然挥舞双臂扑向我想要抢手机，我后退半步躲开了他的扑击，2个保安立刻上前架住他的胳膊将他按倒在地，他在地上不停扭动身躯，破口大骂说我们是有钱人的走狗，帮着有钱人欺负穷人。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看向地上的2人，我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最后的耐心在他动手抢我手机的那一秒就彻底用完了。我转头对保安组长交代后续处理事宜，我让他控制住这2个人，等警察来了直接移交。盗窃商业货物金额6万以上，数罪并罚，让派出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方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和私了。张建军瘫坐在地上，老板娘还在地上不停打滚撒泼。4个民警走进了大门，张建军连忙站起身跟民警辩解，这是商业纠纷，不是刑事案件。民警看完我们提交的材料，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民警告诉他，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3000，他这个金额够判3年以上了，有什么话去所里再说。民警拿出手铐给2人扣上，老板娘瞬间闭了嘴，浑身止不住的发抖。2人被民警压着坐进了警车后座，警车闪着警灯驶离了大楼门口，员工们纷纷散开，各自回到工位办公。助理走近我，轻声询问顺达那边的合同还要不要签？签，今晚就签完。3天后的早上，我站在阳台上喝咖啡，顺达的派送车稳稳停在了小区门口，快递员正挨家挨户上门送件，每个纸箱都包着厚厚的防震膜，上面还贴着手写的温馨提示纸条。业主群里不断有业主发来消息，有人说终于不用再受那个泼妇的气了，有人夸赞顺达的小哥细心，自己买的玻璃花瓶裹了3层泡泡纸。看着群里的这些消息，我觉得先前受的那些窝囊气总算没有白受。但事情还没有结束，1周后，张建军和老板娘被取保出来，2人站在已经关停的驿站门前，店里的货架全空了，招牌断了电，屋里再也没有堆积的包裹。老板娘盯着不远处的顺达直营站，咬着牙开口，他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跟顺达是一伙的，联手把他们挤走，就是为了独吞这片的物流生意。张建军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烟，老板娘摸出一把改锥，在手里不停把玩。他打探到，今晚顺达那批货会停在小区西门旁边的空地上，那里没有监控。他打算去把货车的轮胎全扎了，再把车里的货全泼上脏水灾，自己干不成生意，谁也别想干。张建军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吐出一口烟圈，只叮嘱他别让人看见。第二天上午，顺达的货车开到了小区北门的岗亭处，张建军和老板娘突然从绿化带里冲出来，张开双臂挡在了车前。货车司机猛踩刹车，轮胎在路面上擦出一道长长的黑印，最终停在了两人腿前几公分处。顺达的派送小哥拉开车门跳下来，皱紧了眉头，他质问两人要干什么？是不是不要命了？他质问两人要干什么？是不是不要命了？张建军双手掐腰，高声嚷嚷，他说这片区域的收派件一直是他们家负责的，质问是谁给顺达的权利越界抢生意。小哥连忙跟他解释，说他们是跟物业重新签了驻点协议的，让他们赶紧让开，车上还有加急件要送。老板娘立刻冲上前扯住了小哥的衣领，他破口大骂说协议是狗屁，他没同意就不算数。他要求今天车里的货必须全都倒下来，由他们查验有没有违禁品，不查验清楚，一辆车也别想进小区。小哥没有推他，只是后退了半步。他按亮了胸前记录仪的绿灯，提醒这位女士松手。记录仪已经开启，他们现在的行为属于非法拦截货运车辆，干扰正常派件，全过程已经同步上传到总部后台。张建军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老板娘却直接走到货车前，手脚并用地爬上车头。他坐在引擎盖上，双腿不停乱蹬。他高声叫嚷着让小哥随便拍，他就坐在这里，看小哥敢不敢从他身上碾过去。他还污蔑顺达是黑社会，仗着大公司逼他们小老百姓去死。我下楼拿文件，刚出单元门就看到了这一幕，周围已经围满了小区的业主，几个急着收快递的业主纷纷指着两人指责。有人质问张建军，他老婆是不是有精神病，赶紧让他下来，自己还有东西等着急用。有人怒斥他们自己家服务烂关门了，还不让别人给小区送件。张建军揉着眼睛开始卖惨薄同情，他对着各位街坊邻居喊冤，说他们夫妻在小区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污蔑顺达这种大资本驿站故意弄虚作假，低价倾销，就是为了砸他们的饭碗。他还煽动业主说顺达现在一家独大，以后随便涨价，吃亏的还是各位业主。几个业主互相看了看，停下了指责的声音。我分开人群走到了最前面，我开口反问恶意低价倾销。我拿出手机调出数据统计表，把屏幕转向了围观的群众，我让他们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片区邮政管理局刚出的上个月各大网点客诉率抽检明细，顺达站点的妥投率是99.5%，客诉率几乎为零。而张建军他们那家店上个月丢件、损毁、超时不派送的投诉单高达140多起，在整个片区垫底。我质问他，这叫大资本迫害，这叫正常的市场淘汰，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张建军咬着牙不停搓着手，他支支吾吾的辩解说那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他们的错。我又点开了平台的通知图片，我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一个好消息，张建军驿站的营业执照因为涉嫌盗窃和长期倒卖虚假物流信息，已经在昨天下午被平台全网拉黑。他家现在连个收发件的系统账号都没有了，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所以他们今天来拦车根本不是为了维权，纯粹就是看不得别人赚钱。围观的众人瞬间反应过来，纷纷举起手指向张建军夫妻。有人怒骂他们原来是被拉黑了活该，有人让他们赶紧滚出小区，看到他们就觉得恶心。几个男业主上前抓住张建军的手臂，将他脱离了车头，两个女业主也上前把老板娘从引擎盖上拽了下来。夫妻俩被十几位业主推搡着赶出了小区大门。业主们放话，他们再敢来小区闹事就见一次打一次。保安立刻在大门口拉上了警戒带。张建军坐在马路边死死盯着开进小区的货车，老板娘从地上爬起来，咬着嘴唇死死盯着顺达的招牌，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渗出血丝。次日清晨6点，顺达站长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语气慌乱跟我说出事了，出大事了。20分钟后，我赶到了顺达直营站门口，地上满是带着腐蚀性的液体水渍，几十个纸箱冒着白烟烂开，露出了里面的家电、电子仪器和生鲜海鲜，货架的铁皮被腐蚀得发黑变形。顺达站长蹲在地上，双手揪着头发，不停流眼泪。他说全完了，全都完了，这些全是昨晚刚到的高保价快件，价值太高，他们还没来得及入库发通知。他粗略算了一下，光这批件的赔偿金至少40万打底。他崩溃地说，这是有人要整死他，他连房租都贴进去开这个店了。业主群里已经有人发来了消息，大家纷纷怒骂肇事者丧心病狂，几十万的东西就这么毁了，必须查出来报警抓他。所有人都猜到这是肯定是那对极品夫妻干的。站长不停摇头，满脸绝望。他说他们昨晚刚搬过来，门外的监控今天上午才打算安装，昨天深夜这里就是监控死角。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我跟电话那头说报警。我转头看向站长，跟他说至于监控我有。站长猛地抬起头，满脸震惊地看向我。我跟他解释，我们集团的办公大楼就在这栋底商的正上方，上个月因为大楼外墙翻修有高空抛物的风险，物业允许我们在2楼拐角的空调外机侧面加装了2个隐蔽的夜视高清摄像头，那个角度刚好能把驿站门口的区域拍得清清楚楚。站长瞬间站起身，眼里重新有了光。警方到场后，我把从云端下载的监控录像投屏到了店里的电脑上。监控画面显示，凌晨2点15分，一个裹着头巾、穿着雨衣的人鬼鬼祟祟地走到了快递站门口，那体型和外八字的步伐和老板娘完全一致。监控清晰拍下他拉开货车的防雨布，拿出装满透明液体的塑料瓶，拧开盖子，对着成堆的包裹不停泼洒，被泼到的纸箱瞬间冒起了白烟。泼完之后，他摘下头巾，隔着栅栏朝顺达的招牌狠
狠狠吐了一口口水。出警的民警看完录像，立刻转头下达指令。民警说，损坏公司财物，性质极其恶劣，立刻抓人。1个小时后，警车在面馆的后巷截住了张建军的面包车。警察拉开车门，把老板娘从车厢里拽了出来，她的裤管留下不明液体，躺在地上不停打滚撒泼。她高声叫嚷着，质问警察为什么抓她，她什么都没干，是我故意陷害她。2名女警上前将她从地上拖起来，塞进了警车。回到派出所后，经过统计核算，被毁坏的包裹总计131件，定损总金额48万6千元。派出所的走廊里，张建军看着定损单，双腿一弯，直接跪在了我和顺达站长面前。他的额头狠狠磕在地板上，眼泪和鼻涕流了一脸。他连声哀求，求我和站长高抬贵手。他说他凑钱赔，砸锅卖铁也会把钱赔给我们，只求我们出具一份谅解书。他哭着说，他老婆要是进去了，这个家就散了，孩子还不能没有妈。我转身走向派出所的大门，你还不配脏了我的手，欠债还钱，犯法坐牢，去跟法官说吧。我拉开大门走出去，反手关上了门。因涉及破坏生产经营罪及故意毁坏财物罪，且行为存在严重的纵火隐患，老板娘最终面临数罪并罚的刑事下场。1个月后，老板娘在事发后试图跨省逃跑，被警方抓获。法院一审判决，她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赔偿全部经济损失近50万元。张建军将名下的房产挂牌，低价出售，他的面包车也卖给了二手车行。判决书下来的第2天，老板娘的4个亲戚拿着棍棒冲进了张建军的分店，他们砸碎了店里的玻璃柜台。为首的亲戚揪着张建军的领子，破口大骂，他骂张建军是没用的废物，连老婆都保不住，算什么男人？他说自己妹妹嫁给张建军倒了8辈子血霉，现在人在里面吃牢饭，张建军就在外面躲清闲。张建军的父母在老家听到消息，双疾病发作，被送进了县医院。2张病危通知单递到了张建军手里。搬家那天，张建军背着编织袋，一手牵着大女儿，一手推着婴儿车，他低着头默默离开了小区。以前的3区驿站卷帘门被拉下，上面贴着法院的封条，顺达直营站的生意彻底稳固了下来。顺达站长在门口摆了休息沙发和免费矿泉水，业主和快递小哥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集团的同城包裹业务再也没出过任何纰漏，客户都能及时收到样品，集团的季度业绩也重回了正轨。我去物业交管理费的时候，听到2个保安在交谈。一个保安说，听说了吗？以前那个开驿站的张建军，现在在南城的工地搬砖呢。另一个保安接话说，他还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连盒饭都只吃最便宜的白菜帮子。2人最后感慨，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好端端的生意不做，非要作死。我走出物业大厅，抬起头看向天空，他们以前要是没贪那些小便宜，也没纵容那些烂事，面对提着烂樱桃的大妈和求助的孕妇时，能给个好脸色，结局就会完全不同。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他们亲手把自己的所有退路全都堵死了，最终只能落得个倾家荡产、锒铛入狱的下场。犯法坐牢，欠债还钱，本就是这社会最基本的规矩。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小区里的快递收发秩序彻底回到了正轨。顺达驿站的站长始终守着当初承诺的服务标准，哪怕是暴雨暴雪的极端天气，标注了送货上门的键，也从不会滞留在驿站里。业主群里再也没有过铺天盖地的投诉，偶尔弹出的消息都是业主们给快递小哥的感谢。我依旧保持着周末居家的习惯，偶尔下楼拿私人快递，总能收到驿站小哥递来的包好防震膜的包裹。偶尔也会在小区里碰到之前被老板娘刁难过的业主，大家碰面时会笑着点头打招呼，没人再提起之前那对鸡飞狗跳的夫妻。集团的物流业务在和顺达的合作下运转得愈发顺畅，之前因为张建军偷换物流耽误的几个项目也顺利补上了进度，拿下了后续的长期合作。行政部重新核算过全年的物流成本，哪怕顺达的基础报价略高，也因为零损耗、零延误，最终的综合成本反而比之前更低。我把这份报表归档的时候，指尖划过文件上张建军驿站的注销记录，没有半分波澜。我再次听到张建军的消息是在3个月之后，那天物业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满是为难。我听完电话里的内容，只是淡淡应了一声，让物业按规章制度处理就好。原来张建军把房子卖掉之后，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把赔偿款和卖房剩下的钱大部分都填了窟窿，剩下的一点根本撑不了多久。之前在工地搬砖的活，他也没干长久。工头说他干活偷奸耍滑，还总在工友面前搬弄是非，散播些大企业欺负人的闲话，没干满2个月就被辞退了。没了收入来源的他，彻底没了之前的体面。他开始天天守在小区门口，逢人就卖惨，说自己被黑心企业逼得家破人亡，老婆坐牢，孩子没饭吃。一开始还有不明真相的路人会给他塞点零钱，但小区里的业主都清楚他之前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理会他的卖惨，甚至有之前被他老婆刁难过的业主当场戳穿了他的谎言，把他骂得哑口无言。他在小区门口守了半个月，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被业主投诉了好几次。物业没办法，只能安排保安把他劝离，不允许他在小区门口聚集逗留。被赶走的张建军并没有就此收手，他开始把怨气全都撒到了顺达驿站的头上。他觉得要不是顺达抢了他的生意，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深夜里，他偷偷跑到顺达驿站的门口，往门缝里塞垃圾，在墙上乱涂乱画。驿站的监控把他的所作所为拍得一清二楚。站长报了警，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又开始哭天抢地地卖惨，说自己只是走投无路，一时糊涂，因为造成的损失不大，警方最终只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了口头警告。可这一次的警告并没有让他收敛，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就算做了这些事，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他的行为变得愈
发过分。他开始用不同的手机号频繁向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恶意投诉顺达驿站，投诉的内容五花八门，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一会儿说驿站暴力分拣、损毁客户包裹，一会儿说驿站违规收取费用、哄抬快递价格，甚至还举报驿站邮寄违禁品，涉嫌违法经营。每一次接到投诉，监管部门都要上门核查，哪怕每一次核查都证明驿站完全合规，没有任何问题，也依旧给驿站的正常经营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顺达站长被这些没完没了的恶意投诉磨得心力交瘁，他不是没想过找张建军对峙，可每次找到人，张建军要么撒泼打滚，要么装疯卖傻，根本没办法沟通。站长实在没办法，只能找到了我，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听完站长的叙述，没有丝毫意外。从张建军当初把自己的贪婪甩锅给公司压价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种人永远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他只会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到别人身上。我让站长把所有恶意投诉的记录、监控里拍到的张建军搞破坏的视频，还有警方的出警记录全都整理好，打包发给我。同时，我让公司法务部的同事同步对接了这件事。法务部的同事根据我们提交的所有证据，整理出了完整的材料，以寻衅滋事、恶意干扰正常经营秩序为由，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除此之外，法务部还同步向警方提交了张建军多次恶意举报、涉嫌诬告陷害的相关证据。法院的传票送到张建军手上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懵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些看似不痛不痒的小动作，竟然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慌了，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消息内容依旧是万年不变的卖惨和求饶，说自己知道错了，求我高抬贵手，撤掉诉讼，他以后再也不敢了。甚至还说他可以去监狱里劝他老婆好好改造，求我给他一条活路。我看着那些消息，只觉得无比可笑。当初他纵容老婆刁难客户、偷拿包裹的时候，没想过给自己留活路；当初他节流运费、偷换物流，把公司的项目置于违约风险中的时候，没想过给自己留活路；当初他老婆破毁几十万的包裹，他不仅不阻止，还暗中纵容的时候，也没想过给自己留活路。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求别人给他留活路。晚了，我没有回复他的任何一条消息，也没有接他的任何一个电话，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法务部的同事，按正规的法律流程走。法院的开庭审理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提交的证据链完整且清晰，无可辩驳。法院最终判决张建军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干扰他人正常经营，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向顺达驿站公开赔礼道歉。而警方那边也根据提交的证据，对张建军多次恶意诬告陷害的行为做出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张建军被送进拘留所的那天，这座城市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雨。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被雨水打湿的车水马龙，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拘留期满之后，张建军彻底从这座城市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回了老家，也有人说他去了别的城市打零工。小区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顺达驿站的恶意投诉彻底停了，驿站的生意越做越好，甚至还辐射到了旁边的2个小区。年底的时候，驿站站长带着年货过来拜访我，满脸都是感激。我笑着收下了年货，也回赠了他一份新年的礼物。我告诉他，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真正把驿站做好的是他自己，是他守住了服务行业的底线，守住了对客户的承诺，才换来了今天的结果。年关将近的时候，我收到了监狱那边寄来的一份文件，是老板娘在监狱里提交的减刑申请材料，里面附了一份手写的悔过书。悔过书里写满了忏悔，说自己当初不该嚣张跋扈，不该偷拿客户的东西，不该损毁他人财物，求法院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翻完那份悔过书，随手放在了一边。他的忏悔是真是假，我并不关心。法律已经给他的行为做出了最公正的判决，他要为自己犯下的错付出该有的代价。除夕那天，我站在阳台，看着小区里漫天炸开的烟花，业主群里满是大家的新年祝福，还有人晒出了驿站小哥大年30还上门送急件的截图，群里一片欢声笑语，满是烟火气。我端起手里的热茶，看着楼下亮着暖灯的顺达驿站，心里无比平静。这世上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也没有肆无忌惮的嚣张。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所有越过底线的贪婪也早已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守好自己的本分，守住做人的底线，才是这世间最稳妥的生路。